终于有时间说说我亲爱的川宝和他的自由250周年大典了啊！那真的是精彩纷呈，乐子不断。从睁眼睛的自由女神啊，到对着自己的直播画面挥手的川宝，从会制导直奔客机而去的烟花，到不断尝试把自己披上总统衫的总统，这个槽点密集啊，但是好笑的很尴尬，试图展示宏大，但处处都透露着破败。本该凝聚共识的盛会，奈何演成了美版抓特务这等佳作，完美，实在是完美。首先啊，美国250周年独立日庆典的这个乱子的根源，从顶层构架上，它就是个世界级的奇观呐。那正常国家办国庆，对吧？都是举国体制一盘棋。但是现在的美国，那是连过个生日都要搞1国2制的程度啊！早在2016年啊，国会就立项了一个跨党派的美国250委员会。注意，这是官方名称，我没有污蔑啊。那提前10年，它不就预备上了吗？本来预算有1.5亿美元。打算搞点弥合分歧的这个科普纪念，结果呢，大统领去年重返白宫啊，不到10天就自己弄了个自由250委员会，把华盛顿核心的主场的这个活啊全都抢了。不仅抢了活呢，还靠着行政手段把国会那边的钱啊给他截留了。最后国会那套班子啊，美国250只拿到了2500万。那就只能去搞街头升旗呀，办中小学生作文比赛呀，这些。而大统领在华盛顿搞的这个呢，又是 UFC 格斗啊、赛车、个人政治集会，花的其实就是那1.5亿美元的预算钱。那东西海岸各办各的，他互相拆台呀，连活动的档期啊都可以错开。一场原本要凝聚共识的国家生日啊，未开幕就先演变成了党派和资源内耗的零和博弈。那后面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原定的表演者啊相继辞演，大统领一气之下表示我要自己提供一场无与伦比的精彩绝伦的世所罕见的演讲。于是他做到了演讲开篇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拥有着地球上最公正最持久的宪法。就美国那250的历史，说点别的伟大呢也就凑合了，非得聊历史久。那是说宪法和共和国的历史跟美国一样薄呢，还是真的跟满嘴跑火车的大统领论一下圣马力诺和英国的宪法体系比它更久呢？这紧接着啊，他就用独特的、稀有的、无价的、奇迹般的一连串的定语来定义美国的诞生，宣称美国给地球带来的福祉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更将其他国家的人民描述为被奴役的、忍饥挨饿的、深陷贫困的，唯有美国书写了冒险般的史诗、解放的史诗和人性的史诗。反正就是这类自吹自擂的表述啊，在全篇循环往复，铺垫到位了之后，进入到了抓特务环节啊，重提冷战叙事。这其实是老人家的绝活啊，也是他唯一的核心技术，就是立个靶子，然后煽动 MAGA。之前怎么煽动要抽干深层政府的沼泽，要公开爱泼斯坦的名单，现在就怎么继续转移矛盾啊？要知道老人家是非常迷恋里根的啊，又帅又硬嘛啊！现在好了，里根的台词啊都可以拿来用了。要么忠诚于马克思，要么忠诚于美国，要么做 communist， 要么做美国的爱国者，你不可能兼顾。可能想到11月啊还要受邀来访呢，全程也没说到底谁是 communist。 他需要的不是支持者支持什么，而是通过煽动人群一起反对那个立出来的靶子，以此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盘。因为一起支持什么是需要承诺的，而一起反对只需要更刻薄、更粗鲁、更蛮横就够了。川普的抓特务叙事啊，在 MAGA 里或许可以实现民粹情绪的精准投喂，但是在我们这儿的影院里那个阴阳怪气的故事啊，放在当今朗朗乾坤之下，真的没有一点群众基础。当然了，最能体现大统领天马行空啊和美国当下真实国力的，那还得是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却批量报废的献礼工程啊。那倒影池的乐子以前给大家讲过了，今天讲一讲大统领心心念念的那个凯旋门。大统领呢之前不是想要造价1亿美元的实体的凯旋门，当做自己的政治遗产啊 legacy。 结果呢工期呢肯定赶不上啊，美国什么速度啊，只能在国家广场拿廉价的胶合板和薄膜搭了个等比例缩小的模型。一场高温再加上暴雨，7月4号这个凯旋门的表层薄膜它就起泡了，剥离了。然后接下来的补救措施呢，就跟那个倒影池的操作真的是一模一样。